这个汉溪村的村口牌坊没有像其他的村落建得那么的豪华，这就是他们的村中的小道。各种各样的小商店，尤其这种小吃铺很多，般村口都有这样的水塘，因为呢，这个是他们的最重要的建筑物，就是这些祠堂的所在地。从一条旧村转出来呢，这边眼睛一亮，你看啊，右侧就是 K11 一个商业中心，前方呢就是康裕大道了。在前面是高楼群的地方呢，就是万国商业区。嗨，大家好。现在呢，我从祈福英语实验学校校门那边出发准备骑到村外去。早上起来呢，还有点凉飕飕的我穿的比较少。现在应该是接近20度上下这样的气温。那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按理说应该是晴天。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呢，应该会到25、6度，所以我觉得还是相信天气预报吧。然后骑一阵应该气温就会上升，再加上运动产生能量这身体也会有点发热。这样一来呢，我觉得穿少一点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现在我从学院路这边呢，准备骑到村外去。今天我打算还是在附近骑一下，但是也去一些已经有1、2个月没怎么去过的地方。打算呢就是从市广路转到汉溪大道，中间呢会经过汉溪村，我们再到村里去走一遭，然后沿着长荣乐园门前现在其实都是一整片的工地了，盖了好多的大楼，一直去往南村，到南大干线边上去骑单，最终呢希望能够去到曾边村这边据说曾边水闸搞完这个环境以后变得比较适合在那边休闲一下大概是没打算吧。好，现在骑出祈福学院路的大门，我看门口鲜红的圣诞树已经竖起来了。现在早上应该还没到9点钟算是出来的比较早的一天。我看这些商店大部分都还没有开张昨天呢，我是开车和家人去了一趟佛山应该是禅城地区吧，在南丰古道附近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绿岛湖就这个湖边上呢起了不少崭新的高楼，但是可能跟最近的经济形势有关就是确实没有完全把这块地方建设好，应该说还有一些是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就整体感觉那个地方一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当我像这种出行的话呢，根本也没有去怎么规划，就是临时出门前在地图上指一个地方，开车就去了。结果呢，在那边也骑行了大概有个20来分钟谁知呢，就突然下起雨来了。
那就草草收场，开车就回家了啊。好，现在呢，我等到一个绿灯啊，现在准备向村外骑出去。现在出行呢都不带什么特别的这个距离方面的目标，也就是随意的骑一下，也不讲究速度，大概呢给自己定一个目的地啊，就随意的往那边骑就是。这样的话呢，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好，现在呢，我又来到了祈福新村村口的这个大的和平鸽面前了。我们从这边准备过四广路，向着汉西村方向骑行。运气不错啊，刚好遇到绿灯。你看啊，这个路上车水马龙的，早上还是很繁忙的样子。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四广路上了。路过右侧的敏捷集团。从右侧拐下去，这条道呢就是信义大道。到了这里呢，就豁然开朗了啊！一条窄路变成了一条大道。原本这条信义大道呢是东西向的一条主干道，我后面呢一直可以去到南站，前面呢通到南村，一路过去就非常长的一条马路。但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某些路段就一直是堵在那个地方就是有瓶颈，所以这条路并没有完全畅通，尤其是挂在星光快速路上的一座桥好像还没有通车，所以这条路呢，我觉得可能还要再花点力气才行。
右侧是金山湖文化公园，就是金山湖了。以前最喜欢到这边来骑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规定啊，这个地方不让骑车了。好，现在呢，我横过信义大道啊，现在前方呢就是汉溪村。这个汉溪村的村口牌坊啊，没有像其他的村落建得那么的豪华无敌啊，这就是一个门。好，我们现在进村去了。和周边的那些农村地带一样啊，首先呢，村里都没有了什么开垦种地的土地了，取而代之的呢，就是很多的空闲地方啊，都建了厂房，然后呢，可能也因此挣了些小钱啊，就把村里呢开出一条比较大的马路，就成了村中的商业街道，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那样。你看两边很多的农民房子，觉得以前就是一条村道啊，但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条商业街道了。这就是他们的村中的小道，各种各样的小商店，尤其这种小吃铺很多。这个地方是他们村头了，你看这边有一个简氏公祠，这个大公祠还是蛮大的。村头有些榕树，底下呢老百姓闲坐着。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叶山简公祠。像这种村庄呢，你可以说它随着城市发展与时俱进。其实还有一个词啊，可能更为恰当，就是随波逐流。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弄成现在这个样子，那无非就是跟着潮流走，被推着走。现在开始出太阳了啊！我觉得村里稍微转一转啊。现在这个是一个篮球场，这个边上就是老人之家、文化活动中心、公共洗手间什么都是齐全的。一大堆的乡下的老年人在这边啊，算是休闲或者是休养生息。你看啊，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水塘。就一般村口啊都有这样的水塘，因为呢，这个是他们的最重要的建筑物，就是这个祠堂的所在地啊。还有蛮漂亮的长廊，就整体感觉呢，这些地方嘛，也还弄了一些这种文化设施之类的，我觉得也还不错。跟上次来比啊，就感觉这些地面都重新铺设过了。
还是做了一些美化，相信也搞得更平整一些吧。好，现在我们还是准备出村去了。这是一个什么牌子？汉西文化公园。23年6月，可能应该说重新搞了一下吧。那我们就从这出村吧。好，出得村来呢，这边就是一整片的开阔地啊。看到这边有很多地铁车站的标志和出入口，但其实这边呢并不是地铁站啊，是城际站长隆站的所在地。你看啊，边上啊都已经有了更现代的楼房了，相信这片区域很快也会赢得发展的机会了。这边本来没有路啊，走的人多了就会做一条土路了。汉西村里呢，住着很多打工的年轻人啊，他们都是要到这边长隆汉西这个车站来搭车的。右侧呢就是汉西长隆地铁站。从一条旧村转出来呢，这边眼睛一亮，你看啊，右侧就是 K11一个商业中心，而这个马路两边呢，早已经是高楼林立了。好，我们在这边稍稍的打量一下啊。这个地方呢就是 K11，边上有一个楼盘叫耀盛新世界。这边呢，你看多少的房子，这好像是一夜之间盖起来的那种感觉。可是这里原本呢只有一个长隆乐园，但这个乐园还在，但是边上呢都在发展商业了。这个对面呢，据说还要搞一个万象汇，应该也是华润旗下的一个商业中心啊。这两边都要呼应起来。这个地方一片混乱的感觉，因为施工建设，马路的某一些路面、某一些路段呢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看上去乱乱的感觉。右侧这一路过来都是成片的商业街区了，但是建成的年代不同，它
这个看上去级别也不太一样基本上都是一些符合普通打工人需要的商业的这种店铺。现在我在汉西大道上由西向东骑行，前面呢会经过潘榆大道，然后就是南村万博了。穿过南村万博，我会沿着南大干线快速路再继续向前走一道。我的右侧呢，就是汉西大道上的一个明星楼盘叫锦绣香江。当年还是有很多关于这个老板的传奇故事但现在呢，老板们都异常的低调，甚至说他到底生活在哪里，你都搞不清楚我右侧又在搞一排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占地面积变很大不知道是些什么样的功能的建筑物呢？前方呢就是潘榆大道了在前面的道路停的地方呢就是万博商务区，它属于南村地带，也是番禺现在这个新区。它的地位呢就有点像珠江新城之于广州，这边呢其实就是让人感觉已经到了番禺的市中心但实际上真正的市中心呢在市桥，就像广州市中心呢并不在天河，在越秀区一样的。但是商业呢确实是已经格局发生很大的改变。你看这个地方锦绣香江的也在进行施工，好像又要盖住宅大楼了。好，绿灯了，我们继续向前走吧。好，现在横过繁忙的番禺大道继续沿着汉西大道向东骑行。骑过了这条番禺大道我就想把这段骑行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南村万博商务区开始进入我们第二段的骑行。谢谢大家的陪伴和观赏，我们一会儿见吧，拜拜。